我是在海外做自媒体的，我想采访你一下，可以吗？啊，就是你为什么做这个滴滴这个司机？现在是因为比较自由吗？相对说自由一点吧。啊，你一天要干多少小时左右？10来个小时要不要要11、2个小时左右。？12个小时。太长了也不行。你干了多久了4、5年吧。？4、5年算老司机了啊，对吧？差不多吧。就是从4、5年前开始一直在做这种网约车的司机吗？是哦。哦，那真的算老司机了。每天11、2个小时，那流水大概有300、400左右，对吧？差不多。嗯。像你这个车，我看是东风的啊，对。东风电动车，对。充一次它那个续航大概有多久？这个400多，400续航。还不错啊，是真正的续航是400多，对吧？不开空调的话，基本上是1:1吧。目前来说啊。哦，那真不错啊。对，开空调。就说厂家他给出的数据是真实的，相当于。对。哦。那充一次电，像你这样是在家里充还是在快充那种装置？啊？我现在自己装了一个，在家充的。是快充还是普通的？普通的，在家只能是普通的。你装的话，它是电力公司帮你装，还是你自己出钱？这个是供电局。供电局有补贴的，对吧？他帮我们装一个电表，然后那个什么充电器你自己要拉线那个你得自己自付。对，他只帮你提供一个专用的充电桩的电表然后它这个电表它不是阶梯电等于是优惠的电价，估计吧，对吧？就是全年都保持一个价1度电多少钱？你充电的这个电大概是5毛多吧，就是就像家用电一样的。那很好啊，因为没有峰值的电，对吧？如果是那种阶梯电会很贵。你超了以后，一个季度超了以后，它就会增加。对。市区跟农村差不多吗？因为我是农村的，我知道我们那里最贵风电是8毛多，普通是5毛多。好像跟从农村价格都差不多，对吧？嗯。那5毛多你充一次大概有多少钱？充满一次？充满一次应该是。或者你30多度、40度电左右吧。那就是10几20块钱。10几20块钱，你每个月的电费可能也就500、600左右啊。差不多就这么多了。交给平台的那个佣金，我觉得平均也要2成左右吧。2成以上。2成以上。3成以下。因为有规定不能超过3成嘛，那搞个29%咯，有时候。它是根据每单的价格不一样，我估计吧，大概都。也许是吧。具体现在怎么抽，我们也不明白了。就相对来说，要比去外面帮老板打工可能合算啊。这个合算点，相对就是比较自由。自由，对。当然说我们虽说自由，但是我们的出勤率可能比一般的那个上班族还要高。那对啊，但是就有一点的话，就是比如说我突然间有事，我可以不需要请假。是的。我可以不需要请假。或者我要去参加什么酒席活动哎呀，休息2天吧，就等于是我就也不需要请假。对，是的。自由有的时候用钱买不到。对。你这个是东风什么款？东风风神。风神。对，170。这个东风它和上汽是不是一家？不是吧？好像不是。你买了多久了？1年多了，快2年了。1年多2年，那你跑了大概10万左右了吧？12万公里。我跑的不是很多，也不算多。也不算少，对吧？对，不多不少吧。目前没有坏过吧？没有修理过吧？没有。它是保多少的厂家？我们这个是网约车版。但是他是说这个3电质保6年60万公里还是8年60万公里？就说你的这个电力系统电池
还有那个电机呀，只有在不是人为的情况下，出现故障他就得给我保了。那不错啊，你几十万、60万、80万，一般也开不了那么多，对吧？我们这营运车60万就要报废的嘛，60万以内。现在好像没有报废之说了吧？网约车没有报废，它到60万要下线。是吗？超过60万公里，大概到了这么公里数，还不可能再去开它了。所以目前为止，我认为应该你感到比较满意吧？对这个车啊，还行吧，真是还行。对。你买的时候花多少钱可以知道吗？我买的时候七七八八的花了12万多，就是连所有的手续。对。但现在好像便宜了一点。因为这个运营证你就要花1万多，还是1万左右，对吧？对，他们第一期买的保险什么七七八八的。那我觉得11、12万还可以吧，这个价格。网约版就是说你的那个电池应该是续航比较高，对吧？差不多。续航反正它就跟你平常买私家车看你想买这个续航短的还是长的对，续航短一点的它又便宜一些。你这个续航400多一点，充4电跑1天就完全够了。完全够了。当然这也有很多厉害的一天跑得很远的，他可能续航要买个500多的，或者是甚至是600的了。那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有个400的够了，400续航的够了。相对来说，我们中国这边的电价真的很便宜啊，5毛多，是吧？等于这个能源对你来说没有成本一样啊，10块钱一天，对吧？几乎可以忽略。我告诉你，可能你都不信啊。我是从德国过来的啊。德国。对，那边1度电，你猜看多少钱？它是算什么英镑？你就折合人民币吧，欧元对。人民币4、5块。 6块多。6块多那1度电那相当于中国10几倍啊。刚才。哎呀，没事。说着。对不起到了，没事，我等下掉个头，马上掉个头就得了。已经差不多到了吗？不是，我走错这个道了我在直行的，走到这个左转的了我一直马上掉个头过来就是对不起。为什么国外那么贵呢？我也弄不懂啊。你不可能并线过去，对吧？并线那就被拍照。已经超过实线了，就不能再并了。到实线就不能再并。到前面马上就掉个头，又转过来了。中国的那个交通法还是更严格啊。特别是在这个红绿灯这种十字路口的地方，一旦压实线，那就要白跑1天了，差不多。罚款好几百，对吧？对，500左右。没有，200块。扣分吗？扣少许。好像不管是在国内哪个城市，一般网约车都是用电的，对吧？在南方的话，基本上用电。北方的话，它也有一些，但是太冷了。对，太冷了，它的电池到冬天，你看它就能效不好。对，效果没这么好。对。别说在北方了，在桂林这个地方，它还挺冷的。这冬天我们这个电池也要续航问题也要打点折。特别是开那个暖气。开暖气它不是空调，它有就像开那个电炉石一样。对，那更费电。对，那个很费电。对，除了这个电费呀，还有佣金，1个月大概还有7000左右吧，对吧？只要勤快点，7、8千哈。对，那还可以了。勤快一点呢，每天坚持一下还是有的。有付出有回报，对吧？国内的电动车比较普及，比国外普及多了。这个车你买的话是12万多，在那边大概要人民币，如果有卖的话要30万左右。30万对。在德国的
什么都贵，对。但它收入没有像，比如说你电费是相当于那边相当于这里的10多倍，它收入没有那么高啊。是。所以相对来说，电费还是非常高的那边。那边的油价怎么样？油价，大概折合人民币16块钱左右。16块1升。对，相当于国内的2倍左右哈。2倍，对，2倍多一点啊，2倍。现在国内好像是8块钱左右吧？差不多吧，它就是国内的2倍。那里如果在家里充电，相当于人民币，我算算，人民币3块钱吧，在家里充。3块钱1度。也比国内5、6倍啊，对吧？对。也很贵啊。在高速公路那种充电桩就是6块多，所以很多人觉得开那个电车也不合算，还有续航焦虑。如果你出远门，当然它是不是德国那边消费高一些，所以它就当然高一些啊，对啊，所以它各方面的这些电费、油价也相对高一些。主要是还是嘛私人的东西，因为他们那电力公司也是私人的。就是它都是个人的啊。对。所以国家你管不了他，他就故意提高价格呗。提高了他又交税。国家有好处啊，多交税，老百姓就遭殃了。现在国内都是在南方是南方电网的工业局那边，国企吧啊。国企啊，对啊。你们家里的用电，我估计也就5毛多，对吧？超过那个额度，你说阶梯就是6毛多，然后8毛多，差不多。对，阶梯就是1季度超嘛。家庭用电。对，家庭用电。所以我们这个新能源，它是给我们重新要装一个，申请一个电表。相当于国家有政策那个扶持。对，这个新能源的话就不用阶梯电了。对，我还网上听说有的人在别的城市，他们那种叫谷电吧，他说才2毛多。他晚上夜间充的时候可能他哪个充电站呢？因为他有些充电站是某个公司或者个人的可能为了吸引更多的新用户，他先给你优惠哈。对，先把它吸引过来，等于打广告一样，告诉你这里有一个充电站了然后一传开，晚上充电的人少嘛，但是当然可能也就是说收一点你们的成本价呀，是吧？他也得给这个工业局给交电费的嘛。对。就好比到时候你到我这充，跟自己装一个电表一样的电价，对吧？对那些跑夜班的司机，到了点了没电了，就可以过来充一下了。另外，我觉得电动车有这个好处，至少你开的时候没有那个废气啊，对吧？对健康也更好吧。是现在国家现在主张的发展新能源吧。是个好的政策啊。相对废气也少一点，少很多了，噪音也小一点。是，那就这样，谢谢你。不客气。